Hello，大家好，我是苏赞，欢迎来到富妈妈小课堂。那老朋友呢，欢迎回来。我答应过你们，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一期，如果在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我们无论是在亚马逊上卖也好啊，或者是说你是有自己的独立站、易贝，甚至是说 AliExpress，就是速卖通，就任何平台吧。那这个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我们应该用如何的一个打法去在市场上做推广，对吧？这个是很多人问过我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在你做任何市场战略的时候，首先你要了解的就是对自己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分析。那产品呢，其实分为4个生命周期。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讲的 launching 阶段，就是这个产品刚刚开始launch 这个产品，那它是 level 1阶段。那在 level 1阶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市场战略应该是有更多的 impression， 也就是把你的产品呢去面向给更多的 shopper， 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所以说在 Amazon 上面的话，我就拿 Amazon 这个平台来举例子，那你可能会更关注 impression 和 click through rate 的一个关系。那其他的网站呢，比如说你在 Google Shopping 啊，或者 Facebook 呀，它可能叫 exposure 或者什么其他名词，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它放到越来越更多的 shopper 面前，那看看他们的一个点击率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点击率比较好，那说明你的图片是没有问题的，说明你的市场价格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的话，那 level 1阶段呢，你可以去牺牲一下自己的一个 ACoS， 也就是投入产出比。那为什么会说牺牲自己的 ACoS？ 因为你可能把这个产品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键词去描述它，然后把它放到了很多的 shopper 面前，但是它不一定都会有人去买，但是他们有兴趣去点，这个其实对于你 level 1阶段这个 launching 阶段的话是有好处的，因为就是可以证明一下你这个产品的一个受市场的一个欢迎度。那他不购买的话，那可能一个是呢，他仔细的浏览了一下，发现这个产品有一些功能啊或者是特性啊并不是他喜欢的，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呢，你的产品的竞争力是不如其他的就是 competitor 的其他产品的，那你可能就需要去调节一下，比如说你可能你的市场价位相对来说，有人在你的 page 下面，你知道 shopping page 在 Amazon 上面它是会直接展示其他竞争对手的嘛，就比如说 shopper 看了你这个产品还会看其他的，如果他浏览到下面，他可能发现更好的产品，那你的产品可能就被 pass 掉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后续会去调整，那就也就是进入了我们所谓的 level 2成长阶段。那成长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总是去牺牲 ACoS 了，我们就会去看一下投入产出比。那你知道了，通过一些大词在 level 1阶段，你会发现一些 shopper 他会搜索一些特定的功能啊、size 啊或者是颜色呀，去购买你的产品。那你把这些长尾的关键词，就是有具体描述这个产品的长尾关键词提炼出来，放到 level 2阶段的一个targeting 上面。那这些长尾词呢，在 level 2阶段我们就要去关注它的一个转化率了。那可想而知，比如说一个产品在你去用一个非常不具体的描述的情况下，那肯定有更多的 shopper 去点了你的广告，对不对？那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长尾词的产品它不一定有那么多的 shopper 去看到你的广告，但是它点击率可能会更高，它的转化率也会更高。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它很清楚的，它比如说他想买一个红色的一个水杯，或者是红色的一个，我老用水杯举例子，那就用水杯举例子吧。比如说他想买一个红色的 water bottle， 对不对？那他搜了这个红色，然后看到了你的产品也是红色，那他就会购买。但是可能买红色 water bottle 的人，不如整体来说就是随便去浏览，就是想买一个水杯的人要多，因为但是这个长尾的关键词呢，却相当于是说有一个 funnel， 就一个漏斗一样，它消费者更清楚自己买什么，这些长尾词它的转化率会更好。所以说在 level 2阶段，就是一个产品的成长阶段，那你就需要去 focus on 这些长尾词身上。那在第3个阶段呢，我们会去关注一些重点转化的词，比如说你挑出了能有10几、20个长尾词这样的话，那这些长尾词也并不代表所有的长尾词的转化效果都是一样的。那你在这些长尾词当中呢，你会发现有一些长尾词，比如说你能找到2个、3个，或者说3到5个，你的产品如果表现非常好的话，这些长尾词是你带来转化或流量是最多的一些长尾词。那这些长尾词就会把它们转到 level 3的一个广告主
里边，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 profit 阶段，一个红利期，就是利润阶段。那这些广告词你知道了，它是为你带来最高转化、最多流量的，那你就会去用 exact match 的形式，把这些词无论花多高的一个 bid， 就是你不用害怕 bid 高了，因为你已经被证明过了，这些词只要是 customer 点进来了，那转化率就是非常高。比如我说的高转化率可能达到20%以上。那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去 bid 高一点，用 exact match 形式，把所有的 customer 想要去搜索的这部分产品的人 shopper， 就是他是购物者，都要去转化到你的 listing 上面，让他看到你的产品，让他能够产生购买。那这个就是属于在成长期阶段你需要去做的一个广告上面的一个打法。那第4个阶段呢是 liquidate 阶段，就是说白了我们清仓处理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很多人其实在去备货的时候是完全不会考虑的。但说实话，很多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是有周期性的，比如说电子产品呢，它更新换代比较快啊，或者时尚品类啊，这已经 out of fashion 了，对不对？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那你也会要去想一下，那 level 4阶段这个 liquidate 阶段，你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战略？那我是觉得呢 ，level 4阶段你就不要想着赚钱了，因为前面的钱呢你都已经赚到了，对不对？通过1、2、3这3步周期，那比如说2和3，其实来说都应该是，尤其是 level 3阶段，应该是你的一个就是爆款，就是旺季已经推出来了，对不对？一个暴利期。那 level 2的时候，其实也应该开始赚钱了。你的 ACoS 跟你的利润率相比的话，其实你的ACoS 应该是低于你的利润率的话，这样卖一个你就是赚一个。所以说在 level 2、level 3的时候，你已经把钱都赚到了。其实 level 1你的一个 launching 阶段和 level 4的 liquidate 阶段，其实你是不是很赚钱的？因为 level 1你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想提高排名，你想让你的更多的人去了解你的产品。那 level 4阶段的时候呢，你可能也是没有利润的去把这些产品给它清出去。你想要做的呢，就是换回你这个压货的一个成本，然后把这批钱呢，就是不用说是赚多少了，只要你能收回成本，其实都是在赚钱的。比如说你这个成本是5块钱，你卖出去了这个产品，通过广告什么之类的，你最终收回来成本收回了2块3块，对于你来说也是好事儿，也比这个货压在那儿又等了1年才能去卖。比如说有些时候是季节性的产品，对不对？你需要比如 Christmas 旺季的一些产品，非常有 theme 那种的，或者是 summer 季节，现在到 winter 了，那你可能需要等1年，这个钱就资金就死在那儿了。那这批死货的话，我建议就是用1v4的方法，即使可能关键词跟 level 1都差不多，你也会去 target 大词，就是让更多的 shopper 去发现你的产品。那 ACoS 呢也会去更高。那这样的在 level 4的时候呢，因为你经过了 level 2和 level 3，你已经知道了一些非常好的关键词，那你再去控制的时候呢，就哪怕一些关键词的 ACoS 是比较高的，但只要能帮助你去卖出去，你是能收回成本的，那这些关键词都可以去保留，都可以在 level 4的阶段让它持续的 running， 去帮助你去清仓。那我觉得只要是你能收回成本，别说到最后卖出去一个你还得搭1块钱，那样的话你还不如就扔了。那只要是能让你帮助你收回成本，在 level 4阶段，这种广告都是可以去保留的。好了，那今天呢，就是非常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4个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你应该用如何一个怎样的广告方法去配合你的产品去做推广。那喜欢我这期视频的朋友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帮我这个视频点个赞。然后呢，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跟我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交流。如果你在跨境电商上面，就是在广告啊、市场战略上面呢，有任何的难题，都可以跟我进行一个交流，我都愿意很高兴的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讲完了刚才的干货呢，在这里呢，我想去做一个推广，就是我一直使用的非常好的这个 Helium10 这个软件。如果你用我下方的链接呢，注册了你的Helium10 账号，那然后你也去购买了用 RichMom50，你可以得到首月的50%的优惠，或者是说你直接用 RichMom10 得到每月10%的一个优惠的话，那你可以找我去做一次免费的1对1咨询，我可以全方位的为你去介绍一下 Helium10 在你目前的运营状况中应该如何去更好的使用，因为这个软件的功能实在太多太强大了。很多时候呢，在你不同的运营一个阶段，比如说你是多账号运营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是做 SKU 的，或者是你是搞精品的，那这个 Helium10 都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帮助到你。所以说我希望可以给你这样一个1对1咨询的一个机会吧，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全方位的使用这个 Helium10 软件啊。
我自己本身呢，在这个电商领域做市场咨询分析服务的话，我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那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开课呢？因为有些时候课程呢教给你的是一些方法论，但是咨询服务的话呢，这种1对1的会更有针对性的教你就是给你一个 action plan， 就是一个行动计划。所以说你 follow 这个行动计划的话，绝对是比你听了一大堆方法不知道如何下手要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方法我都可以免费的分享给大家，但是就是把方法全部都告诉你了，你其实也不知道如何入手，因为其实你缺少的是经验。因为很多时候呢，即使你有了方法呢，你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去做。所以说我觉得最好的呢，就是给你一个行动计划，让你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去做。很多时候呢，不是你方法掌握的不够多，而是因为你方法掌握的太多了，你都不知道该用哪一个好。所以说这是目前很多我见到的，就是无论是中小卖家还是说大卖家，他们遇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难题。当然大卖家他遇到更大的问题，就是说对于员工培训，那员工培训这一部分我也有去做。那因为我跟我合作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最大的卖家，他们现在1年有2000多万的一个营收，所以说我是帮助他们培训了能有30多个员工。所以说我也在培训这领域呢，我也有一定的就是资历。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可以为大家1对1的做这样一个服务。所以现在呢，到我的网站，然后我呢会给大家去做一个1对1的免费咨询。如果说有用了我 Helium10 这个链接码的，那日后呢，比如说还可以针对你的选品呢、你的广告啊、你的 listing 优化呀，这各个方面吧，都可以做一次1对1的一个咨询服务。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的网站 berichmom.com 去了解更多。那我接下来呢，想讲一些可能会得罪一大批，就是目前以卖课为他们主要收入的一些自称亚马逊大卖的一些卖家。因为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厉害的话，首先他们不会把自己所有的一个他自己是卖什么的呀，或者是说他自己的真实的方法呀传授给你。因为如果他真的完全告诉你他就是卖什么的，那你直接去找工厂比他卖的稍微便宜一点，那你就可以打过他了，对不对？他把所有的方法都告诉你，用了哪些关键字去推的这个产品。那我觉得这样自称自己卖的很好的一些大卖，然后去教你方法，去卖你一个课程，都是提前录制好的，可能一卖就卖了好几千个人、好几百个人。就这种人的话，我觉得他所教的方法什么的，如果说是基础理论知识，我觉得你可信。但是如果说真的想教你一些运营实操干货，是他自己本身积累出来的经验，我敢保证他不会毫无保留的教给你。因为如果教给你的话，他自己可能就会被饿死了，或者是说他压根儿就没有通过亚马逊这个吃亚马逊这碗饭，他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其实就是卖课，这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去开课的一个原因。因为首先是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个理论性的一个录制性的一个课程，讲一个方法，然后可以让好几百人都听到都能听懂的话，那本身这个方法其实就不是值钱的。因为真正值钱的方法一定是个性化的1对1的，根据产品，根据你现在的一个资金，根据你现在的一个能力实力吧。就比如说你团队有几个人，还是说你就是一个夫妻店，或者说你是单打独斗的，这种不同的情况下，你可能运营的方法和技巧都是不同的。如果说我只是想像刚才那样去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你有4个不同的生命周期，你应该怎么去搞，我就把这个事情分享给你了的话，你真的就会了吗？你真的通过这个方法的话，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产品这么顺利的按照4个生命周期去打广告，你就能推广好一款产品了吗？其实我 highly doubt it，OK？但是呢，我还是会通过这种 YouTube 啊、B 站这个视频录制分享的形式给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最真实有效的呢，却是我下面想给大家推出的一个商业合伙人计划。那商业合伙人计划呢，并不是说我需要资金，因为资金来说，对于合伙人来讲的话，资金不是问题。如果说你只是想投钱不出力，那我还不如去找银行借钱，因为毕竟来讲，我是在美国，我有自己的生意，随便借个10万20万的话，在银行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推一个产品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不是缺的是资金，我缺的呢倒是一个踏实肯干的一个合伙人。首先你要有一个空杯的心态，那因为如果你干的已经很好了，你不可能去找我，也不可能去听我这个视频，那肯定就是说你觉得自己一个入行无门呢，或者说你现在欠缺一些指点，或者说你已经在入行了，但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那你可以加入我这个合伙人计划。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去提供一个
1对1的根据你现在一个目前的情况一个行动指导方案。那如果没有效的话，你是不用付我钱的，因为没有效我帮助不到你。那不像是说你学了课程哈，你没有效的话他也不会返款给你，也不会退钱，他会说你傻，你能力不足，对不对？你听了我的方法，为什么别人就有效了，你就学不会？我不会这样的。那我觉得如果我真的通过这个行动计划，或者是分析了你的产品，分析了你的市场，我帮不到你的话，那我不会去成为你的合伙人，那我也不会去收任何钱。那如果是说我觉得通过我的帮助，我真的从之前比如说你利润非常薄，我帮你带来了50%的一个利润，那你就通过这样我的一个帮助，你分我25%的利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伙人计划。当然你在这里边你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你按照我说的方案，你去 follow 我的行动计划，你去做，得到了利润的提升，那我们利润之间可以去互分，对不对？那这个分成的比例啊或者什么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去1对1的讨论和咨询。那目前为止呢，这个合伙人计划呢，我只想招收3个，因为本身的话我已经有很多的一个1对1咨询服务的一些客户啊，还有一些长期合作的一些商业伙伴，所以说我不想说找一大堆人，然后砸了自己的招牌，然后一个都没有帮助成功，对不对？这种情况是我绝对不希望看到的。我希望就是说找3个合伙人，其实是再找3个合伙人，因为本身其实就已经有跟我合伙的朋友了，他可能也看到了我今天的视频。但是你们放心，我不会因为找了这3个合伙人，我就降低我对于你们的一个帮助，或者是降低我对你们行动方案上面投入的精力会减少，这是绝对不会的。那这3个合伙人就是因为我衡量了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精力，我自己的一个时间，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只能说再接收3个合伙人。等你加入了这个合伙人计划呢，我也会把你介绍给我原来的那些朋友。其实做生意来说呢，就是要扩大自己的一个人脉圈，因为互相之间呢都有长势和短势可以互相去补取。然后其实来说，你认识的朋友越多，做生意场上的话，你生意做的容易越大。但如果你不是我的合伙人计划的话，那我可能不会去帮助你去认识我更多的一些客户，因为可能在这个跨境电商圈子本来也挺小的，那可能讲出去的话，有些时候也不是很好。那合伙人计划来说，我的收益直接取决于我帮助你带来的多少收益，所以说你可以100%的放心，我一定会全心全力的去帮你，而不是说像那种骗钱的课程来讲，我帮你一半，或者说我透露一半的东西告诉你，因为如果你不赚钱，我就不赚钱，那你要是赚钱的话，我才能赚更多的钱，这个是合伙人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如果你有兴趣想加入商业合伙人的话，那可以联系我，那加我的一个私人微信。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目前为止没有那个时间精力，然后去认真的投入一个生意的话，那请你不要就是打扰，就是非诚勿扰，对不对？不要乱加我，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看我的文章啊，或者是在后台留言评论呢，那都没关系。你也可以接着去看我的这些文章和视频的分享。我相信呢，对于有一些你可能花1999买的一些课程来说，分享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你也可以接着去免费的去接收这种资讯。但如果说你真的非常 serious 非常认真的想要去做一个生意的话，那你再去考虑去加入这个合伙人计划。那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我是苏赞，这里是富妈妈小课堂，欢迎你们呢在下方留言、关注、点赞，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感谢每一个呢收看我视频的朋友，那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呢，然后让我把这个分享的这个业务吧做得更长久、更持久一些。因为有些时候真的太忙了，我有些时候都想放弃录制视频，但是因为看到了你们对我的鼓励啊，你们对我的点赞留言呢，真的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支持，所以说我就想这样就是免费无偿的把我知道的信息分享给大家，所以说谢谢你们的支持，拜拜。